我是真的害怕，第一次探店这么紧张。电竞选手跨海来到日本，应该带他们吃什么？毕竟皮特一个人就可以吃2个日本人。人流量最大的车站门口就是海豹，选了很多店，最后发现还是这家店最适合待客，装逼和分量都得有，主要吃和牛也不怕拉肚子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啊！今天我们去的就是这家银座的高级卑微店。日本的很多高级店都这个德行，越高级的餐厅客人越卑微，就是一群人开着大酱烤肉，而且日本人还很怪，烤肉之前还会给你展示一下这头牛的名字啊、性格什么的。今天的第一个菜是吐司牛肉塔，烤过的吐司上面加了腰部的里脊肉和鱼子酱，看着很漂亮。进嘴的那一瞬间，感觉继承了这个牛生前的记忆。他说别杀我，生里脊会有淡淡的奶香，然后配上微咸的鱼子酱，就像新疆的鲜奶茶。听着黑暗，吃着上头。我坐的这个位子就在烤架的面前，就是讲台旁边的位子，也不敢说话。下一块是葱丝牛舌，表面焦褐，内心粉嫩。灯光下牛舌的油光和肉质交融，你的舌头和牛舌触碰的瞬间，它自身的奶香味就已经足够侵占你的口腔，然后再加上脆甜的葱丝，油水丰腴又不腻人。下一块里脊肉，表面网状盘烤的痕迹很重，它用的是整头牛运动量最小的那个肌肉，所以纤维极细也很嫩。就其实惠顿牛排用的也是这个部位。挤上柠檬，也可以不挤，淡淡的果香和若有若无的酸味，刚好中和了油脂过多的腻感。你看中间那个嫩嫩的粉红色，肉汁就顺着它淌下来，送进嘴里巨好嚼，嚼下去那个多巴胺就在往外冒，完美的回收比例。然后是滚油牛肝，真的很像鸭血，在热油里面，它像樱桃色的宝石，它是用油的余温慢慢让牛肝变熟，吃起来很像爆炒牛肝的偷懒版，高情商，吃起来像慕斯，低情商，生的，它不像固体，口感有点像比较硬的豆腐脑，沙沙滑滑的，舌头一顶就碎，好像也是大补。这个蒜片接下来是蛋黄和牛，加了一点黑片，用了后切的牛五花，它这个蛋黄的颜色都会赶上柿子，戳破它，裹上蛋液配上松露，就是一块滑溜溜的巧克力和牛。它那个秘制酱汁又刚好中和了蛋液和黑松露的浓郁香气，所以吃起来刚刚好。然后这个什么菜啊，跳过。接着是一个迷你小砂锅，开盖之后那个浓郁的汤汁还在咕噜咕噜，里面的牛脸肉已经炖得来，没有牙齿也能嚼得动。我非常震惊，它那个汤汁其实还有点像新荣记的家烧黄鱼，它是非常浓郁的咸甜香味，吞下去之后也会有久久的回甘。我很想把米饭倒进去直接泡。接着是一片牛腿肉，配了一点山葵酱，他家每次用来点滴的东西都不一样，瘦肉的占比很高，吃起来和菲力很像，但是更有嚼头更扎实，我有点吃不来。然后上了一碗冷面，非常疑惑，我以为结束了，但又端上来一块牛肩肉，它像是带着一点微甜的照烧酱，配上一点黄芥末，越嚼越香。接着是最后一块牛肉，横膈膜，就是牛肉水龙头，超级多汁，每嚼一下嘴里都像被灌了一口牛肉汤。最后的这一盘也是他们家的顶级招牌，辣烤牛肠，这不是国内的吃法吗？但是没有去油的牛肠，视觉冲击力真的很强。我操，压了，这个是改了刀的牛黄喉，脆脆的口感，但是很难嚼，真的很难嚼。最后的主食是甜蒜配咖喱，甜品是高级版的杏仁豆腐，其实就是双皮奶。总的来说，他家每个菜都很惊艳，分量也很多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去的这家是直接把爷给吃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跟我上前菜，我要生气了哈！你说前菜好吃也不能上这么多吧？这光前菜就吃了我2个小时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 Z， 今天就突然很想吃那个。又到了吃寿司的日子。这家看网上评分好像还不错。すみません。你美的这种稍稍高级一点的餐厅一般都是没有图片的，非常少，但是师傅非常帅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个欧玛卡塞的套餐。欧玛卡塞套餐意思就是指你爱上什么上什么吧。不过桌上也有写一些本日的食材推荐。第一个前菜是2颗螺丝，其实这个肉还挺多的，很浓的海盐味。作为小菜的话，味道其实还可以。接下来这个就比较重量级了，生的白子。我其实是有一点不敢吃的，视觉上面过于震撼。主要是这个它还是生的白子，生白子。就是那个胆固醇的味儿特别重，但是有一说一，它是好吃的，一点点鸡肾的味道，再伴着一点酱料的酸甜，其实我还挺推荐的。接着还是一份长相十分震撼的菜，海胆章鱼丝，就是把海胆炸成酱之后，和生切的章鱼丝混在一块儿，其实就是海胆的味道，还不如直接给我上一份海胆。然后这个是我今天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道菜，甲鱼汤，它端上来特别的香，就那个甲鱼的油都在泛光，而且肉也不少，味道还特别的浓郁，甲鱼皮也还是很 Q 弹的那种。这个菜可以说是今天的极品。接下来是刺身，一共是6种海鲜，然后里面的这个是紫苏叶的宝宝，吃法的话就是紫苏叶卷一点肉，然后再加一点萝卜丝儿和这个种子，卷起来一口吃的话口感会很丰富，甜虾就是越吃越饿。鲷鱼和金枪鱼就不用说了，厚切的真爽。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青花鱼，虽然鱼腥味确实很重，但是吃起来巨香，味道特别大。然后又给我们上了一道组合菜，鲍鱼刺身加鳗鱼烧。鲍鱼的话可以蘸一点这个鳗鱼的干，是一种苦茶的香味儿。鳗鱼是烤了之后凉拌的，这个倒不是重点，它下面那个黄瓜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手工真的可以把黄瓜切成这个样子吗？吃完这个又是一份汤，这个真的是一家寿司店吗？而且这么小一碗汤还重新配了餐具，实属有点夸张了。不过他家汤为什么都这么好喝啊？然后是一份西京烧烤鲷鱼，是一种甜口的烤鱼肉，味道香香甜甜，上面涂的那个应该是蜂蜜。呵呵，接下来你想不到吧？我们还有前菜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茶碗蒸蛋里面是一坨很大的蟹肉，2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终于吃到了最后一份前菜，海老味增汤。这碗汤下肚之后，我也已经忘了我今天是来吃什么的了。直到服务员端上来一盘寿司，从未这样期待过寿司。这家店的经营理念是不是先让顾客饿2个小时，这样最后的寿司就显得无比的美味？像那个青花鱼寿司，鱼肉已经把米饭完全包裹住了，蘸一丁点酱油，特别过瘾。海胆寿司还是寿司之王啊！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
卡玩意儿。我确实分享过日本很多好玩的地方，但今天这个我是真的吹不动。日本海豚湾对于我们这种国外的人来说，它真的就是一个谜。我们从东京去大阪的路上是会经过这个地方的，但是你在地图上是怎么搜都搜不到海豚湾这个地方的。后来上国外的一个网站调查了一下才知道，你要搜 Killing Cove 这个词才搜得到，直译过来就是杀戮海湾。我们跟着导航一路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入口。就我们现在看地图，这条路过去就是海豚湾了，但是现在写了一个关系者以外立入禁止，我们是过不去的。那过不去，我们可以再换一条路。我们尝试了别的小路，然而这边的围栏更长，我们还发现这种海边峭壁，这个看方位应该是通得过去的。然而就连这种地方里面都有围栏，实在没办法的话，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无人机了，飞过去总行了吧？但好像当地人已经料到了，9月到4月的捕鲸季是不准有无人机的。这个地方的封锁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格。我们所在的旁边的海湾偶尔能看到1-2只海豚，好像是在向我们传达什么东西啊，但我也听不懂。然后更让我生气的是，那边就是海豚湾，这儿旁边就修了一个博物馆，这太讽刺了。旁边还放了一辆大轮船，我不太确定这个蓝色像夹子一样的东西具体是什么，但感觉不是很妙。最后听说这里还有海豚表演，我只想说，我拍这条视频可能并改变不了什么东西，但怎么说呢？别看动物表演能行吗？21世纪了，哥姐些，反正从我做起吧。也谢谢大家看到这个地方，海豚湾也就只能到这儿了，明天见。我今天做了一件我一直很想做的事儿，就是你们都知道迪士尼有很多坑钱的东西。本来我在迪士尼只是想买个爆米花，但它出了一个这个龟儿子限定版，然后我就越看它越觉得可爱。这个真的太可爱了，我现在打算去看一下，看有没有还有别的东西可以买的。这个楼就是迪士尼里面最坑钱的地方，你看里面的人都是怎么买东西的。确定这个不是代购吗？今天我们也来体验一下，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把所有的龟儿子都接回家。好像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进门之后右手边就是个柜子，上面卖的是一些挂饰，这种小挂饰我其实是觉得最坑钱的。你说大一点贵一点我都能理解，这个这么小的这么贵，这不明摆着抢钱吗？这个再贵我也要买。这是第一个，进去吧你。然后隔壁旁边还有一个柜子，众多流量明星中一眼锁定了你。哦，旁边还有卖这种没有穿衣服的，这个应该是原版，大的手感好好啊。这才可以下面拿来吧你。继续扫荡旁边的柜子，这个角落发现了2种沙滩裤版本的，好可爱。进去，然后是这种零钱包，好像也可以拿来装耳机，这纯纯的自我安慰了。这是儿子的衣服，东京迪士尼20周年限定版。哇，这一面墙才可爱。这是刚才沙滩套装的放大版，乖惨了。好像全场只有2件龟儿子的衣服。再买个儿子，我一眼锁定了这个龟儿子的头包，这个儿子的表情有点呆滞啊，换一个呆滞，这个好像还挺可爱的。乖惨了这个。进去吧你。我跟你们说这个才可爱，我的睡龟，这就是一个艺术品啊，家人们，跟我回家睡吧。还发现了跟那个熊一起的杯子啊，这什么啊？这是泰迪熊吗？这样喝水都是海盐味的吧？最后发现了一个小的裸体龟，我朋友还说它和星黛露很般配，但我才不会把龟儿子嫁出去。它是我的。最后买了这么多，你们猜花了多少钱？好像也没有很多。最后我们就直接在店门口把衣服换上，刚洗完澡的样子，穿个外套，戴个帽子，拿把吉他，乖，这是他好朋友的衣服。出来吧你。我像一个给孙子穿衣服的老奶奶，但这个真的是乖惨，好像全部抱在手里还是有点多，感觉甚至赚到了，这什么错觉啊？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大家还是要节约钱，不要乱买。看玩意儿，都说成都是一个非常不相信米其林的城市，那我作为一个成都人告诉你，确实哈。我们一般成都人给外地推荐餐厅，都是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好吃的苍蝇馆子，在成都吃这些红油锅底的美食，还是要找藏在老社区的那种店，好吃惨了。那一起来试试看吧，就是看它这些可以往里面加了配菜，还可以加鸡肾，很便宜，什么都想往里加。就是虽然，但是就在他那个打原汤碟的时候，还是只能说一句，然后我成了整个桌里唯一一个用油碟的人。非常逊，它家这个肥肠真的很软糯，因为它里面留了很多那个脂肪，这个应该是先卤过的，你又觉得它处理得很干净，但是它又有原有的那个味道，你们懂吧？那个猪肚超有嚼劲儿，咬起来感觉像是猪肚上面抹了一层面皮，面面的口感。再端着一盘成都蛋炒饭往嘴巴里面刨，真的好安逸。蛋炒饭是那种焦香的，只要米饭粒粒分明就可以。我第一次在火锅里面吃到鸡肾，它给我带来的冲击就是不亚于提灯，就是爆浆的胆固醇。我感觉这个菜只存在于川渝的火锅，但它爆浆的那个感觉真的很上头。他家的鸡肉也是很紧实的那种，主要是入味儿，就是锅底的红油香料能够从肉里面挤出来，虽然有点辣，但它是牛油锅底的醇香。四川的菌干一般会改成花刀，这样煮出来不仅嚼起来很有层次感，而且很入味儿，就是又脆又韧，每个缝隙里都能尝到花椒味。这次是我和朋友久违的一起吃饭，小酌一下真的很快乐。吃好了还是要再来个菌花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改刀的原因，这个菌花真的是全场最辣。吃了半天，终于吃到了今天的重点，小兔子。兔子真的全身上下的肉都很细嫩，一点柴的部位都没有，而且软嫩的同时又没有失去弹性。然后这个肥肠煮到后面会更好吃，因为牛油已经香到那个肥肠的褶皱里面啊，就是肥肠的油和红油一起慢慢散开的感觉，就要用蛋炒饭来升华它。我感觉比较能吃辣的人根本不用蘸油碟，直接吃锅里捞出来的就已经很香了。你还可以来盘干碟。据说吃碳水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很多多巴胺。果然碳水是连接大脑的。虽然很久没回家了，但成都的火锅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。除了想念那种麻辣鲜香的味道，其实更想念的是聚会欢乐的氛围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4个壮汉吃了这么多，还可以，嘎么样？